韩庚直播炸锅，自曝陪酒局硬灌乔任梁，他拒贺被扇耳光。最后综艺嘴角伤藏血案。2025年双11前夜，韩庚的醉酒直播直接把娱乐圈搅成了一锅沸水。镜头里他满脸通红，攥着酒瓶砸向桌面，别再洗什么抑郁症了。乔任梁是被那些杂碎灌出来逼死的，这句话像炸雷劈开热搜。韩庚泡乔任梁真相娱乐圈陪酒潜规则等词条半小时内爆冲至榜1，而他随后放出的一段模糊录音，更是让资本大佬赵富强的名字彻底钉在了耻辱柱上。录音里乔任梁带着哭腔的我不喝和重物砸在脸上的闷响，成了9年前那场悲剧最刺耳的注脚。这场直播始于韩庚与粉丝的日常互动，却在提及艺人尊严时突然失控。他举着手机对准自己的脸，指着太阳穴嘶吼：我混圈15年，陪过的酒能灌满游泳池。但乔任梁那孩子，他偏不低头。韩庚说，2016年6月上海某私人会所的酒局，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清醒的乔任梁。那天赵富强带着3个投资方堵他，茅台兑洋酒往杯子里倒，说喝一杯给定制幸福加一场戏，喝一瓶就让他当男一。韩庚的爆料并非空穴来风，他当场展示了自己当年的微信聊天记录。2016年6月17日凌晨2点，他给经纪人发消息：阿良被赵富强的人堵在包间，脸都肿了，我拉不住。配图是会所走廊的监控截图，图中乔任梁被2个壮汉架着胳膊，白色 T 恤上沾着大片酒渍，侧脸明显泛红。这段截图经网友比对，与乔任梁次日现身《我们相爱吧》录制现场的状态完全吻合。节目里他与徐璐互动时，左侧嘴角始终贴着创可贴，笑起来时肌肉僵硬。被粉丝追问只含糊说拍戏碰伤的。更致命的证据藏在韩庚放出的录音里。这段时长1分12秒的音频充满嘈杂的碰杯声，赵富强尖细的嗓音格外清晰。小乔，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华纳签你是看你有才华？是我给他们打的招呼。紧接着是乔任梁的声音，带着少年人的倔强。我是演员，不是陪酒的工具。下一秒，清脆的耳光声炸开。赵富强怒骂：工具也轮不到你挑3拣4。2016年7月，定制幸福剧组突然宣布调整演员戏份，乔任梁原本的男1号戏份被删减至 30%， 大量高光剧情转移到男2号身上。而背后操盘者正是投资方代表赵富强，他在内部会议上放话，不听话的艺人就该让他知道饿肚子的滋味。与此同时，乔任梁代言的3个品牌陆续解约，违约金从合同约定的200万飙升至800万。华纳音乐不仅不出面协调，反而扣下他半年收入，理由是影响公司形象。韩庚在直播中揭露，这是娱乐圈心照不宣的封杀流程，先以资源为诱饵逼艺人就范，拒绝后就动用资本力量消资源造黑料，最后用天价违约金捆住手脚。他自曝自己早年也遭遇过同样的威胁。2010年拍摄《杜拉拉手公主》时，某制片人以男1号为条件要求他陪酒，他表面顺从，却在酒局上故意喝到胃出血，才借着送医逃过一劫。我比阿良幸运，那时候有公司兜底，可他不一样，华纳把他当弃子。韩庚的话与乔任梁生前女友李二曝光的聊天记录相互印证，公司说我再不听话，就把我雪藏到合约到期，成了乔任梁最后的绝望呐喊。2016年8月，乔任梁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我们相爱吧》收官录制现场。节目片段显示，他全程情绪低落，与徐璐的互动充满疏离感。左侧嘴角的创可贴换成了遮瑕膏，但笑起来时仍能看到明显的淤青。当时有网友质疑他是不是被欺负了，却被营销号集体攻击过度解读。直到韩庚直播曝光真相，当年的场务张师傅才站出来发声。那天他是被经纪人硬拉来的，后台一直在哭，说我不想上节目，我想回家。张师傅还透露，录制结束后，赵富强的人就在停车场等着。乔任梁看到车就浑身发抖，是韩庚开车把他接走的。这场拯救成了韩庚心中永远的遗憾。
他在直播中展示了当天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画面里乔任梁蜷缩在后座，反复念叨他们不会放过我的。韩庚劝他不行就解约，他却哭着说我妈还在住院，违约金我赔不起。这段视频让网友瞬间破防，有人翻出乔任梁当年的微博，发现他最后一条动态停留在2016年9月10日，配文是黑暗太长，快撑不住了，评论区如今被对不起，我们来晚了刷屏。韩庚的爆料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娱乐圈的潘多拉魔盒。他直言陪酒潜规则不分男女，男艺人甚至更难发声，说出来会被骂娘，会被传性取向有问题，很多人只能默默忍受。他点名提到黄轩，称其早年因拒绝某同性导演的特殊关照，被临时换掉《芈月传》的男2号角色，差点断送演艺生涯。而这个导演正是赵福强的好友杨文军，也就是《定制幸福》的导演。当年正是他亲手删掉了乔任梁的戏份。随着韩庚的爆料发酵，更多艺人开始站出来揭露黑幕。薛之谦在微博转发相关话题，自曝早年被女老板以修水龙头为由邀至家中，提出性交易要求，他当场解约后被雪藏3年，那段时间连房租都交不起。戚薇也回忆起2011年拍摄回马枪时，赞助商副总以500万赞助为条件要求他陪游澳门，他拒绝后戏份被全删，包括一段与178名武行对打的长镜头，海报上甚至找不到我的名字。这些案例与乔任梁的遭遇如出一辙，印证了韩庚所说的资本猎杀链真实存在。赵富强的势力到底有多大？韩庚在直播中透露，这个人早年靠房地产发家，后跨界投资影视，手握某头部娱乐公司30%的股份，甚至能影响影视剧的审核。他举例说，2015年某部揭露娱乐圈潜规则的电影，就因为赵富强的阻挠未能上映。他说这回坏了规矩，一句话就掐死了一个项目。而乔任梁当年试图曝光陪酒事件的微博，也在发布后3分钟内被删除。后台显示由相关部门要求处理，这个相关部门的联系人正是赵富强通过行贿拉拢的官员，此人已于2024年被查处。韩庚的直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舆论风暴。韩庚在直播后接受了东方卫视的独家采访，他说自己并不怕被报复，阿良的冤屈比我的安危重要。他还透露自己将捐赠全部直播打赏收入，成立艺人权益保护基金，用于帮助遭遇潜规则的艺人维权。我希望以后再也不会有艺人像乔任梁一样，在黑暗里独自挣扎，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截止2025年12月，该基金已收到黄轩、周深、薛之谦等艺人的捐款，累计金额超过5000万元，成功帮助17名艺人脱离资本控制。如今，娱乐圈的潜规则并未彻底消失，但敢于说不的艺人越来越多。2025年11月，某选秀男星在遭遇投资方骚扰时，直接选择报警并公开事件经过，不仅没有被封杀，反而收获了公众的支持。某顶流艺人拒绝陪酒换资源，直言我的作品就是底气，后续资源反而越来越好。这些变化都离不开乔任梁用生命换来的警示，也离不开韩庚等人的勇敢发声。韩庚在一次后续采访中说，我以前总觉得在这个圈子里要学会妥协，才能走得远。但乔任梁让我明白，有些底线不能碰，有些真相不能藏。他透露，自己已经推掉了所有涉及酒局资源的合作。我宁愿少接几部戏，也不想再做违背良心的事。而他的粉丝也用耕歌够刚的评论表达了对他的支持。乔任梁生前曾说，他想做靠作品说话的演员。如今，他的愿望正在成为更多艺人的追求。黄轩凭借《山海情》等实力派作品站稳脚跟，周深用歌声征服观众，他们都在用行动证明，没有潜规则的加持，靠才华同样能走得长远。而那些曾经依附资本的艺人，在赵富强倒台后迅速过气，印证了资本的红利终会褪去，唯有实力永存的道理。
高彩萍和乔康强如今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乔任梁艺人权益保护基金会的运营中。他们每周都会接待前来求助的艺人，用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们别害怕，正义会站在我们这边。基金会的墙上挂着乔任梁的照片，照片里的他笑容阳光，旁边贴着粉丝送来的便签，上面写着你的坚持照亮了我们的路。韩庚的直播像一道光，劈开了娱乐圈的黑暗。他告诉我们，资本再强大也敌不过真相的力量，潜规则再隐蔽也终会被勇敢者揭穿。乔任梁的生命虽然定格在28岁，但他的故事正在改变着这个圈子，让更多艺人敢于坚守尊严，让更多资本不敢肆意妄为。最后，当我们在听到乔任梁的年轻的战场，再看到他在锦绣园里的精彩表演，不该只记得他的悲剧，更该记住他对底线的坚守。愿他在天堂没有酒局的逼迫，没有资本的压榨，只有他最爱的粉色玫瑰和永远的阳光。愿每一个追梦的艺人都能在干净的舞台上绽放光芒，愿娱乐圈的每一份才华都能被温柔以待，每一份尊严都能被坚定守护。这就是对乔任梁最好的告慰，也是对所有勇敢发声者最好的回报。韩国训练培训的时候，一共有16个人，但16个人还17个全部出道。出道的意思就是说都成为艺人了，都成为艺人了。那就意思就是自己能挣钱了。对，就是已经那个成名了。成名了，是不是自己就赚很多钱了？在韩国呢是比较难的，因为是韩国是公司为主，你比较分的是公司分的比较多，艺人很少。但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艺人是赚的很多，公司很少。所以你就回国了？也没有，其实确实就像你说的，我瞎说。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公司来把控你所有的形象，就你想做什么，他不会让你去做的，他会把公司的一些利益、组合的利益来放在前面。但是我更多我还是我想做演员，对，我不大想再去。你说我在30岁，我还是在组合里蹦蹦跳跳嘛？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没错，所以选择对的。对，完了我就跟公司的高层也聊过，但是没有用，所以我没办法，那我就回国发展，我去做演员，我去做其他的东西。你不需要你不需要粉丝的吗？需要粉丝啊。但肯定说不能说让粉丝的很多的一些东西来绑架你的人生。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学术界也一直讨论的，就是说，你要让我们看美国的电影啊，极少有非常漂亮的男的成为一线男演员的。你去数一线男演员啊，基本上长得你看汤姆克鲁斯也是属于偶像，对，汤姆克鲁斯已经算是非常偶像的了，但是他个子也不高，对不对？唯一一个比较漂亮的就是后来他演了一个。什么 Texas 卖药，帮人家医艾滋病的，自己瘦成了鬼一样，才得了一个这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之前他演靓仔一路都没有。小李也是啊，那欧洲也是。你看法国最大的明星以前是那个大鼻子，那谈不上很好看吧？西班牙最大的明星，这个老演反派的，对不对？偏偏就是韩国跟日本，就是出现这个漂亮男生的东亚。哎，小木，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因为我自己儿子经历过，所以当他在 NHK 做完节目以后，他到底是继续跳舞做艺人，还是去读大学去参加工作？这一点我跟他妈妈是完全不同的道理。所以，实际上日本他刚才说他是17个人，17个都有名，对不对？但日本是全民去报名的，从小学开始。但是如果刚才徐老师问的那个问题，100个里面有2、3个人能真正出名，那已经很了不起。但如果是被杰尼斯这种公司找到了你，有30个人里面，那15个人出名，那是肯定的。因为开始条件对，那就不一样，那就经纪公司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韩少也存在这个问题，对吧？从小鲜肉开始，你怎么样与时俱进的，在持之以恒的保留以前的粉丝，再加新粉丝，你不能老是。鲜肉呀，对不对？你要演员，所以日本很多有名的，包括杰尼斯出来的很多会主持，嘴巴讲得溜溜的，学习了很多东西，脑子里面进了很多东西，就是你这样真的会看。所以红白歌星大会全是他们这些演员在主持，不是你是专业的。所以当演员演电影、演电视剧，当演员，然后
50岁还不结婚，就为了粉丝，所以这些他们很努力的。韩庚也是考虑到将来结婚的问题，是吧？我还好，不会太去避讳，我要该结婚我就结婚。你当时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别扭？就是他这个打造你的这个要求，对你所有的要求，你还是选择我就服从，这对我有好处。先是服从了，就是刚开始你得去听他们的话，乖乖的去训练，把你打造以后，但是确实你从来没有做过艺人，突然有那么多的一些粉丝，或者突然有一些那么多的上电视，就会有一些不行，因为你没有了生活，你去哪里你都不方便，对，慢慢这些东西你就接受了。我能相信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韩国那个地方生存，其实跟日本一样的。我倒不是想讲我自己啊，就他作为一个艺人，又不是母语，又不是韩语，对不对？跑到一个国家，在那个环境，所以他不愿意让他妈妈去看，就可想而知。就是你就是本国的一个人，作为一个艺人训练都是很残酷的。韩国也是这样，打人、骂人。日本也会的。不，我听说韩国这个练习生有的还打呢。打。如果我们的以前的一个声乐老师。那时候我们那个很多人就是站一排，完了就开始唱，如果唱得不好，完撅屁股就是打你屁股，真打。你给打过吗？我也被打过。韩国是很厉害的。对，那他男的还好一点，女的你真的成了大人以后，饭局、酒局必须去的。我在韩国我就经历过。我带着日本的一流的设计师，是吧？我们跟韩国一流设计师去沟通的时候，那些模特、艺人全来陪的，这是他工作。不是，所以不是前些年韩国有女艺人什么自杀的，最后爆出来就是因为要陪着经纪公司的大佬们去陪酒嘛，是吧？哎，这么说，但还好我们没有经历这些，男的还好，对，男的好一点。其实呢，这也是由来已久，也是传统。中国过去梨园子弟啊，也都是要吃很多皮肉之苦的。但不同的是，梨园子弟最后练出来是，我们看来是真功夫。你成为一个你这个传统里边是一个传承，而偶像呢，它是包装的成分多这个才是不同。人设。你看我以前在学习舞蹈的，对，学习舞蹈的时候也是像徐老说的是那个梨园的那种，也是打，对。我们在踢腿的时候去练舞蹈踢腿，他拿棍子这样。他而且很理直气壮的，他说我为了你好否则你来做什么？不是这个有些行业很特殊，据说这个就是小孩练跳舞他有些时候就得打。比如说什么下叉的时候，对，他就是一屁股去坐你对，老是搬腿，他不那样，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你对于这种梨园跳芭蕾这种强行的训练，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能够理解。可是你为了做偶像脱手才被打，我这个就觉得这个有点。他你像你说这个做偶像，他除了这些跳舞唱歌这些训练之外，你要为了这个做偶像还要有些什么？就很多清规戒律，是不是？很多，就比如说，还有就是说话、采访，比如说我们人比较多，谁回答什么问题，谁回答什么问题，你只回答这个问题。这都是分好的，分好的。你当时负责回答什么问题？感情问题。我也忘了说什么。哎呦，真是我觉得我上次在那个 YouTube 上看见一段，他那个当时在那儿，他就说韩语，我就感觉到挺不容易的。他那个组合别的都是韩国孩子，他呢笨直呵呵的就得学这个话。但是他有一个，他靠这舞蹈把他们给震了。我看你们那节目，就是说，哎，这是这个什么，原来是学中央什么学民族舞的，说你来给我们来，哗，他给他们来个藏族舞，把那帮韩国人看傻了。然后就是说再来一个，来个苗族舞，咵打着旋子给他们跳一个，哎，那我看把他们给震了。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东西，还是专业出身吧。但是徐老师，你刚才讲的这个让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东亚呀。他这个偶像工业或者说这个培养的这个小鲜肉是好孩子的形象，你发现没有？这个东西，孝敬父母，这个东西就你要讲深了很有意思。你比方说，在西方好莱坞他有一种形象叫 bad boy， 就坏孩子。你看反叛型的。你要再讲深了，你比如说，你看西方人讲人之初性本恶。对吧？他们就觉得，人是可以有恶的一面的，对吧？但是你看东方的，尤其是你看韩国，就是中国的儒教嘛，这都有关系的。就是说，
我们曾经觉得，你看有些人会觉得说，这孩子这么教育出来，都是像被机器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偶像。人的个性，产品，对，人的个性在哪里？可是呢，也有另一些人认为，就是说，假如他们作为中学生的偶像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打造出来这么一批乖孩子，他们这懂礼貌，见到长辈很尊重，见到粉丝很友好，你觉得他是非常受约束吧？可是，好像从某种社会的角度上说，孩子们有这么一个。好孩子或者乖孩子的榜样，他是什么坏事吗？表面是心灵鸡汤，实际上是毒药，因为他们很崇拜这些人的形象，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在八卦杂志在什么地方知道了他们的真实故事，就怕崩塌。其实所以呢，这些年轻人，你说学这种偶像，长大以后，等他一独立思考的时候，这就表面心灵鸡汤，实际上毒药。其实它还有两面的东西，它也就像徐老师说的，也有是毒药，也有可能就是说，你打造出来这个艺人，他有影响力，比如说在公益上，你觉得你每年，每年很多的粉丝。你带领他们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你每年你看到一些照片啊，或者其实你也是觉得是比较有。不，等到他长大了，这些粉丝以后长大了，他留下来的是当初自己年少时候的浪漫的情绪，这个是我少年时候的偶像。他不会记得这个偶像曾经琢磨孝敬父母啊，做五讲四美啊，宣传什么世界和平啊，这些东西他后来都知道，这些不重要。但是他保留的记忆是他年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那么痴迷，把他的画像贴了整个房间，做一些可笑的事情，做一些可笑的事情。还有一条很重要，就这个你刚刚讲这个小鲜肉文化哈，虽然它是亚洲的一个特产，中国也受影响嘛，但是它其实随着历史在变化的。我跟你讲最简单的概括哈，在6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的一流的演员啊，很多都是靓仔，就非常漂亮，你能数的哈啊，赵丹啦、孙道临啦、王新刚啦啊，什么就是这一类啊，就80年代时候小鲜肉是唐国强啊，对，但你听我说下去啊，到了80年代啊，这个形象就被抛弃了。那个时候整个一个这个审美的潮流啊，就是反这种奶油小生。对，高仓健出来了。对了，就是这个日本演员高仓健。所以在80年代，他叫生得好。你要是现在你这个长相，你在80年代的时候，你看唐国强就演了个小花，后来还得转型。那个时候你看，就姜文他们才是吃香的。整个80年代的明星里边，就按今天标准讲的小鲜肉，屈指可数。整个社会崇拜的这种啊，我们讲学海明威胸口贴假毛的那种，贴胸毛就是要扮酷，就那个整个80年代这样。但是转到了新世纪以后，小鲜肉重新吃香了。90年代就是偶像了。哎，对，就是偶像出来了，就是文化工业商品化，主旋律退下去了。但我不太不知道，你像他韩国他做的这种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偶像啊，他强调不强调所谓传统上讲的男性气质、男子汉气？这恰恰相反，他们很多都是花美男。对。这东西真是有时候也令我叹为观止。我呢，就是我第一次见着这个啊，就是在一个这个国内的一个机场，我到今天也弄不清那是哪个明星，你知道吗？就是我一进机场，我说，哎，这是出现什么事件了哈？半个机场大厅都是这个女孩子。全大的全没见到几个男孩子，我那得多少人呢？我也不知道几百上千呢，半个机场大厅，然后说等谁呢？等他们的一个偶像。后来呢，正好这个偶像跟我坐同一个航班，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从头到尾不知道这是哪个偶像呢？哗来了一波人，哎，这个人呢这儿戴着黑口罩、墨镜，戴着头，你完全看不见他呀，我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就在那儿 check in 办这个登机手续。哎，我发现他们自有他们的这个玩法，但是哎，女孩子们也很有秩序，也没有说上去怎么着，就哈哈哈哈就这样的。然后呢，好像是有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呢牵了一根恨不能有100米长的红绳，
就是这些女孩子也没有破坏机场秩序啊，一头拉在这些女孩子方阵的这手里，一头呢，他可能就跟他的经纪人有这种接洽，然后就说安排好，然后这个偶像呢就把这绳抓住，我说这叫一线牵了，你知道吗？抓着100米，还有这叫红丝线，他就抓着，最后呢，他也很酷的啊，这招个手就进去了。进去了，那绳不能再牵着了，人家机场那安检也不让，对吧？然后呢，飞机飞上去，绳一撒手，这女孩子开始唱起来了，不是唱什么呢？就是千年等一回，等你回来呀，就那意思就是说，等你唱这么难听，不当然是我了，这飞机他就坐我后边，你知道吗？我说这是谁这么火呀？谁？我不知道啊，就蒙着脸呢，就是对，这有多大成分是经纪公司策划的？他刚才讲的这个里面，还是完全自发的？就是我觉得像就是热情。哎，你当年碰到的粉丝能到什么规模？我估计不会小于这吧？也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出机场真的很难出机场，那个时候呢。你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个粉丝们会比如说把票全买断，还是会怎么样？很难买，因为我15年的时候我去开一个演唱会，我是免票的。我想做一个不一样的演唱会，反正大家就站着把它做成一个 party 那种的演唱会，但是他们是免票的，只能有限的，有1000人，只能有1000人进，其他人进不了。但是那个票呢，他们就会去炒到1万多、3万多都有。我天哪！但是有没有碰见那种不理智的？也有。哎，我上次碰见一个，不是我碰见你，我听你说，一个是上来强摸你的，还是怎么着？有强摸的也有，但是一般都是没关系的，女的亲男的就没啥关系。你不知道最心酸的，你还是老艺术家。你知道有一次我到长沙，我正好跟一个老艺术家是吧，表演艺术家同机，你知道吗？然后一出去呢，咵2排的人，老艺术家脸上还有点羞红，说你看看他们都知道了。结果我陪着他一起走过去，没有人有反应，原来是等着我们后头的那个老艺术家心酸的，然后发表了一通对社会现在的感慨。但你说现在这个粉丝文化，这真的是从日本来传过来的，从日本完到韩国到中国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叫粉丝文化，还有一个粉丝俱乐部，还有专门有粉头来去管理这些粉丝，怎么去给艺人去什么应援呐，或者等等。他这是为了日本的，其实他们这样做是制造，就是为了商业。对，其实也是一种经济活跃经济的一种方式。因为年轻人你不能老让他在家让他去消费，所以你就买票。就买他的书，买他的那个小心，就是周边的品一些东西，那碟啊，或者是照片集，这些包括他的每一次，他们可以在夏威夷搞一个活动 ，SMAP 就是木村特哉，全部的几千人跑到那边去坐飞机，你说这航空公司就挣钱了，这就是粉丝的一个经济。所以日本在专门研究这个，所以这么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代社会以来，对吧？男的有男的组合，女的和女的组合，不断的有新的出来，它就是一种经济。你比如我们那个时候教育的是崇拜科学家，是吧？崇拜太空人。陈景润。哎，你粉过谁啊？你小的时候？我小时候还真没有过。可能环境不一样。你没有特别想当的那个谁吗？或者看到谁，你觉得哎呀，我好想成为他？以前我是想当军人，啊，你父亲就是军人。对，以前我很想当军人，到现在就是没有像以前的那么，那样的想法。对，有英雄主义的东西吗？有一点，就是因为我爸爸是军人嘛，完了我爷爷也是军人。哦，所以你就到韩国接受了军事化的训练。就是你说这个，比如说像这种粉丝啊，我就是说啊，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粉的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偶像是个正能量的，他导人向善，然后另一方面呢，他倡导咱们理性追星，那这个共谋怎么样呢？对。我这次在来这里录节目之前，我在我的那个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我有个四川的一个
是我的一个读者啊，他让我转告给文涛先生，他说他已经看了你10几年的节目，他就是你的粉丝，你说你这个怎么理解？你不是偶像？我当然不是了，你当然是偶像，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偶像。你是文化型的偶像，偶像不，我觉得不一定就是少男少女、小鲜肉才是偶像，很多种类型的，那你就是偶像嘛。行，一样的。我会带着红绳去四川。OK， 哎，但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毕竟就你算过来人，你经历过那么一个就所谓叫小鲜肉也好，还是说青春偶像也好，那个阶段。真的就是像咱们一开头说的问题，你作为过来人，你有什么体会？人家还没过呢，人家还是偶像呢，你老提醒人家过来人，过来人。不是你觉得你现在触人心弦，还能叫小鲜肉吗？现在已经不是算小鲜肉，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新人，真的年龄很小，长得又好看。但是他刚才说了嘛，你要称他小鲜肉，他还是开心的，很开心。可以啊，我也觉得可以。但是人家要叫你小鲜肉，你也开心。当然了，你叫我腊肉我都开心了，至少还能吃啊。再老点就成肉干了。不是，就是说，一个人啊，我觉得一辈子经历过这么一段时期啊，也是万人当中没有第二个的这种境遇啊。你觉得人生中有这么一段经历，它给你会带来什么呢？是带来心理不正常了，还是带来什么了？我觉得会带来一些，确实跟普通人是生活上会有一些区别，但你在生活的那个有一些，我是比较嫌麻烦的一个人，就比如说去接机啊，人太多了，我是不大喜欢的。对，我还是希望说，哎，你别过来接我，还是别过来去接机，因为拍照片会影响到其他的客人，我是有点怪。英文的说法是 enjoy it, but don't get used to。对，我也想有一个很正常人去逛街啊，去吃饭啊，或者正常人的一个，但是你没办法，你要去有一些代价去。你可以享受，但不要习惯。比如说，我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刚刚出道的时候，一直很火呀，或者很。全球都是在跳这个舞蹈啊，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理变化，我觉得，哎呀，我是一个明星啊，就是很多东西会把它，怎么说，就是很高傲，对，它是那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人会变得得意忘形吗？得意忘形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但后期呢，你就觉得会慢慢把它去看得很淡，就我要知道我要做些什么了，就会把这些东西呢，重新再审视自己。但是你就说你会不会就说像这个仙不仙呢？那对啊，那你经过了那个阶段，但是不断的又有新的小鲜肉出来的时候，你心里会受伤吗？不一样，我是觉得是不一样。我觉得你重新出来一个小鲜肉，也是很好，因为你有不同的一些新人出现，你才能说把这个东西能做。鲜肉行业一直持续发展。对啊，你不可能承受能力应该有的。对，你不可能你一直都是在那个地方，而且主要是还是可以转型。对，所以咱们的鲜肉真是成熟了，能站在整个行业的高度来关心他的健康发展，是吧？光靠我一个鲜肉是不行的。但是你看，我们公司也是在继续培养鲜肉嘛。哦，对，你这找到根儿上去了。对，将来他现在学生都带着对他的崇拜进他的学校。他叫什么呢？就现在还有一新词儿叫斜杠艺人。斜杠，要他是这演员、这个歌手、偶像、赛车手、老板，他就是厨师，好像还有，就是他是多方面的这种发展，所以我就很感兴趣，就是说咱们这辈子是没机会了，对吧？就是说像你这个当这种偶像啊，你有机会，你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个注目的中心的这个时候，这人怎么能冷静下来？就真的会觉得自己啊异于常人了吗？我觉得会有一些瓶颈期，那种瓶颈期会审视自己，因为我的朋友啊，身边的朋友就觉得跟我聊过一次天，就是之前我很膨胀的时候，就我朋友说，韩庚，我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你跟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说话或者是怎么是感觉不是一类人了，就让我很讨厌。我的朋友这么跟我说的啊，那当时我就觉得那是好朋友，对，真有啊，真是，就当时我就觉得啊，我是会有一些问题，那我重新再去审视，跟他们去重新再去一个以前的方式来去接触，我觉得很开心，很轻松，很多东西也放出去，我觉得会让自己更开心，你就知道更明白你自己要什么。你们做这些很好的积极的心理调整，这是非常可贵的。
但是客观来说啊，其实人呐是很难下来的。人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对，所以他就一直会记得这个程度。就是说将来你发展了，或者是变化了怎么样，总而言之你会记得这个程度。其实人是很难往下走的。对，我就是想问他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人呐，真的是你曾经被捧到那么高啊，的万千人这个敬仰，那会不会实际上会变得就一方面是可能很骄傲，对吧？哎，但是另一方面呢，会不会变得就缺乏安全感？就是哎呦，我那段时间真的是极其没有安全感。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去生活的话，万一有一天我不出名了怎么办？但是没关系，房子还在。所以我那时候我一有钱我就买房子，一有钱就买房子，一有钱就买房子。所以到后面呢，我的一个方向和想法，还有一些梦想就变了，就是变到说，我以前在韩国学了那么多的一些学了那么多东西，包括培训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系统，怎么去培训，怎么去整个流程，我是太清楚了。所以我就换了一个方向之后，我就想说，想去把这个东西复制到中国来，让再去培养中国的一些艺人。但这样的话，我就忽然觉得有世俗的，我有安全感，有另一个梦想。偶像跟演员呢，很多地方其实是相似的，比方刚才像怎么走红啊，怎么被人取代啊，怎么训练。但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演员呢，如果你是真正的演员呢，他其实心中会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演员，自己跟这个中间还有多少距离，以及自己一生怎么来追求。偶像呢，很难有这么一个标杆的。偶像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我的粉丝100万，他的粉丝1000万，但是你心里都知道，这1000万不代表比我100万好10倍，对不对？所以偶像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人心就不定啊。你一生的奋斗目标，你不像你唱京戏的，比方说我学梅兰芳，那我梅兰芳在那里，我就慢慢的学了。偶像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偶像这个东西非常容易上去，但是也非常。很不稳，因为我之前我也说，我说我不想做一个很高的一个这么粗的一个小树，我可以做一个很矮的这么粗的一个木桩，我觉得这个更扎实，让我更有安全感。所以啊，你别看他比我年轻，我在他身上学了这一招。你比如说，你像我可能也会担心啊，比如说做主持人，对吧？哎，那总有一天人家不喜欢看我主持节目了，那个时候怎么办？不安全了吧？安全是什么？要把自己的道啊拓得更宽。我呀培养主持人，你们你活的主持人，我培养出来，不是吧？都主持人学校，把有限的对收徒弟，对，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我听说啊，这个是从日本那个传过来的，他们是政府呢是提倡让很多人去生育啊。就是说，很多人是不想结婚，不想养孩子，人口不增长。对，完他就出了这款游戏，说让你呢，就说你能坚持玩半个月，还玩多长时间？完了政府就找你谈话。其实你有这个心，你有这个可以去。哎，你这个解得好。其实你有这个心，你有这个想法去养孩子，就政府就来提倡你结婚生个孩子。这个挺有效果的。就我身边有好多比较年轻一些的女孩子嘛，就单身的，她们也都在玩。就有个女孩子跟我讲，她原来跟她男朋友就是两人说好都不要孩子的，哎，最近开始玩这个了。然后她男朋友就看着她不对呀，说你以后是不是想要小孩了？看她那种满脸母爱，成天玩这个东西，哎，就为这个事儿两个人就开始争。因为男生是特别喜欢玩那种对抗性游戏嘛。最后那个男朋友说，以后我不杀人了，每天你也不信仰我了。就确实能把母性这个东西呼唤出来。而且我跟你说，我还一看呢，我就觉得这一定是日本人弄出来的东西，它就简单。其实呢，你控制不了它。你看这个你养的那个儿子，那青蛙现在不在家吧？旅游去了，旅游去了。他什么时候回来你也不知道。好多时候就不在，你就看着人去楼空，然后呢，偶尔就回来了可能在这看书。你说玩什么？就在这看。但是我跟你讲，哎，韩庚，我玩这个就都可以跟日本政府生孩子了，真的。我就发现，你别看我是一男的，我能进入到有种凄凉的，就是有点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啊，就像是。这个孩子出去远游，对，你要给他说，你天天看着，哎，今天的妈妈那就是这样啊，一次次回到孩子的卧室，
孩子不知道在哪里，在外面工作，在外面什么，然后妈妈就看着这个，然后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回来。但有时候这青蛙呢，给你发个明信片，告诉你，哎，我交了个小老鼠做朋友啊，或者什么的，哎，它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很有爱心的一个。但我跟他们说，我说还是不一样。因为你这里面差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你真的一小孩，你给他，你要有接受换尿片的这种真的接触，就是有没有屎尿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他这个，因为我自己没有养过宠物，我只养过一样东西，就是金鱼。就是金鱼的感情关系跟这个差不多，因为你隔着一个鱼缸嘛，你基本上是不用，不像养猫养狗，你有接触，你基本上就看看，换个水就算了。这个就是一种金鱼缸式的那种感情。徐老师现在就是这就剩下父爱了哈。徐老师你不也是吗？女儿在美国，什么时候看你也很难说。不过我最近还做梦做到她，还是真的，就是坐在自行车上，坐在那种小孩坐在自行车上，后来我就给他发一个，我说我刚才做梦做到你，你是变得很小了，坐在我的自行车上，他就回我一个星星。就感到很开心了，那就是怎么办呢？你这跟养蛙也没什么两样。但是我突然给你发个说，我交男朋友了，那突然一个我去哪儿了，这跟这差不多。没错，我跟你说，我爆一个徐老师的料啊。徐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一次，他说你知道做父亲的最心酸的一幕是什么吗？就是比如说女儿在外国上学啊，有一天呢夜里给她打电话，那边一拿电话。喂 ，hello， 男人的是个男人的声音，父亲就崩溃了。但是我是说，这韩庚人家养蛙，韩庚晒妈，所以对，所以我没孩子，他晒妈，我给你看看，就是韩庚的这个叫晒妈狂魔呀，我觉得真是超出一般。你看这几个截图你就知道，你看，哎。这是姐姐范儿的吧？这妈的很秀美啊，怪不得能生出这儿子。而且你再看下边，他度假带他妈玩这种，这叫什么运动？跳伞。你妈敢跳伞呐？因为我去新西兰正好拍戏，我说我想去新西兰跳伞，因为我之前我在夏威夷跳的。我说老妈，你要不要尝试一下？我说没事儿，就跟蹦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能感受你就像飞一样。完，他犹豫半天，他说好吧，尝试一下吧。就给我去跳伞了。哎呦，那你这妈算辣妈，很厉害的，挺厉害的。你再看下边，你瞧瞧。哎，你妈妈跟你很像，就你是比较像妈妈。我跟我爸爸也很像。次序。哎，你再看，这就有名了。这饺子让人有食欲吧？哎，一看就是。这是家里的东北范儿。对。他当年到这个韩国受训嘛，稍微挣点钱，就要给他妈开一个饺子店，这是韩庚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是08年吧，回来之后专门有一个组合针对中国市场。那正好我妈妈呢，以前是在老家，完了之后就特别想看我，她就搬到北京来了。那时候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完了妈妈呢住的特别小的一个平房里面。完了，我每次回到北京呢，她就给我包饺子吃啊。有人说儿子想吃什么，我说那就包饺子吧，也方便快。行，那每次给我包饺子。完了，但是他也没有工作，没有一些经济来源。哎呦，他说要去做家政吧。我说老妈你就别做家政，你这更累，你干嘛要去做这个事儿呢？我说你包饺子也挺好吃的，咱们找一个小的门脸儿，咱们开个饺子馆，这样的话你也能忙到，完了也有一些收入。就这样，我把我的一些积蓄呢给他开一个饺子馆，就这样。就真的就开了。真的就开了。哎呦。但是怎么听说后来有关了？因为我感觉，因为妈妈呢是特别要强的一个人，她不想给我太多的一些负担，完了她就努力的去把这个店给弄好，完了有很多的一些粉丝呢也来吃，完了很多我妈妈呢说来再送你一盘，多吃一点。主要是粉丝太多，很多。完了她呢每次呢我觉得也太累了，她又开了2家店，一共3家店，完了整个的皮肤对开连锁店了。完了之后皮肤也不好，整个的状态呢，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很开心。我说老妈这样吧，那时候我的经济条件也慢慢好一点了。我说你把它全关了吧，咱们就找个机会啊，说跟别人一起合作做速冻饺子，完了做包装进超市，这样的话你也会轻松一点。他说行，就所有全关了。所以现在主要以打麻将为生是吧？我说你多去享受一下生活，你该去旅游，该去玩，该想打麻将，该去跟朋友喝酒，是这样。你们可以创造一种
把饺子跟粉丝一起煮，粉饺。不是，我觉得你妈妈应该现在为你感到特别的自豪，是不是？你这些年在外头跑，她都尽可能的就跟你在一起，待在一起这样子。有时候他就很怕去影响我的工作，完了有时候我会出国，会在国外去拍戏的时候，我就会把他带着。然后带着去玩一玩，我拍戏忙了，他就自己去玩。对。你讲。我觉得好像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有女儿也有儿子嘛，虽然还比较小，我觉得妈妈跟女儿的关系是那种物理连接，就是女儿也老想跟我在一起，她要那个睡觉，她就得抓着我一只手，得盖着她。但儿子跟妈有点化学反应。就是我儿子要抱着我，我觉得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过去心理学上不有个词儿叫恋母情节吗？你觉得你有这情节吗？其实我没有这个，老想着杀掉老爸之类的。其实我弗洛伊德的理论就是这个嘛，潜意识嘛。潜意识。其实我跟我妈妈的沟通啊，其实还挺特别的。我从来不跟她去撒娇，也没有真的好好的去拥抱过她。因为我感觉就是跟他就是，心理上是很爱我妈妈的，但是很多行动上我是很难去表达的，就包括之前我跟我妈妈的沟通其实也很少，几乎是没有。就近几年呢，我是跟我妈妈有很多的一些沟通，因为我觉得妈妈年纪越来越大以后呢，她需要有一个人的陪伴，甚至说需要有一些时间呢跟她去聊天。他还想知道我的所有的一些事情，所以最近呢，这几年我一直在跟他沟通，去聊天。这个我就觉得，你看他这是东北小爷们儿哈，我也是这个北方人。我现在想起来，你看这个我妈妈现在已经重病了哈，但我现在想起来呢，就是我们呢不太会跟父母表达感情。你比如我现在想起我妈呢，我就对她的印象就是什么呢？怕花钱，能吃苦。就这个，就是他好像是，从小你就会感觉啊，他多少这个特别辛苦的这个事情啊，他好像都特别能扛。而我们呢，平常就是没有那个意识，说跟妈妈这个抱一下。我们中国人都没有这种身体接触的表达。但是呢，我幸好呢，一直到我40几岁的时候，我开始慢慢明白这个事儿了。我就没羞没臊，每次回家呀，我就抱着我妈妈就亲呐，我就亲抱，哎。反正我现在想起来，他很喜欢。他其实他不好意思，但是其实特别高兴的，真的这种身体的这种。我尝试过一次，我说我抱了妈，说老妈我爱你。完之后我觉得我说哎呀我好别扭，但其实我妈妈呢也挺尴尬的，但是从来没有过这样，但她心里是开心的。哎，一回生二回熟，见人就抱。没事。对。徐老师呢？你有距离吗？其实这个讲过嘛，我母亲这个葬礼以后，当时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她去世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已经很久没碰到她身体了。就她直到她去世那个时候，我才想起来，我就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抱过她身体。我是直到她就是最后临终的时候才去碰她的身体，把她抬上什么地方。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在这之前，我已经从来我当然考虑很多花钱的这个装修啊，什么经济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帮他想很多，但是就没有一个感觉会去，这个是的确值得后悔的一件事情。哎，韩哥，你觉得？其实我觉得他跟他妈妈也是够苦大仇深的，就原来太苦了。我觉得后来你去韩国，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在这个国内混的时候啊。是不是混得特别惨？因为我在应该是96年我上的中央民族大学嘛，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并没有那么好，你交完学费啊，或者交完就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妈妈就来到深圳来打工，但是那个时候你需要一些每个月的生活费啊、学费啊，就我没有能力去赚钱，只有妈妈去帮我去赚一些生活费啊等等，就来到深圳。白天呢，他就做一些早点，卖早点，那个一大早就这样打工，完了就给我赚一些这个生活费。对，你讲讲你这个艰苦奋斗史很好，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个王子，对不对？但其实你有这么一个家庭，这么一个艰苦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跟我妈妈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妈也说，我说，等我毕业了，我不会向家里要1分钱。
因为我毕业了，我可以有能力去赚钱。你就一个你就一个人，独生子，对，所以我毕业以后呢，我就自己在北漂，完了我要过一次钱500块钱买被子，实在是没钱了。哎呦，你说这个人生的起伏之大啊！对呀，你这个对。而且现在呢，哎，我不知道。现在你看社会上一般有一个大家的习惯认识，觉得比如说是父母离异的孩子就特别可怜，甚至就觉得就说是性格呀发展会什么不健康。你对这事儿怎么看？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看孩子本身嘛，他不一定说是不健，肯定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你本身的话，你要对自己你得有一个规划，或者心理上有给自己的一个调整。其实你要说哈，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啊，就是通常我们认为的那个不幸的家庭啊，比如说父母离异了，或者说是孤儿寡母，但是另一方面来看呢，历史上很多成功人士，他恰恰就是这样的家庭结构。你比如说奥巴马，对不说他妈就是嘛，就是生了孩子，爸爸肯尼亚那爸爸2年就走了，就走了，2年就走了。但是他就是一个妈妈就说，而且他妈妈，你说奥巴马这妈妈挺神的，生了这个奥巴马以后，自己又历经10年拿到博士学位，而且他自己当年都说过，他说我一个母亲，我也能带好儿子，说不定我儿子将来能当美国总统。就一语成真。他而且当时是把儿子交给了那个外婆带嘛，等于他自己又去上学的时候，然后那个奥巴马是跟着外婆过的。实际上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不一定是跟着爸爸或者妈妈这种关系，而是你要有一方比较稳定的关系，对孩子可能就挺好的。你又比如说那个丘吉尔。那个丘吉尔我记得他就说嘛，因为他妈妈是一个名媛，一直在搞那个社交什么，就也不太管他。然后说他爸然后他说他就说我爸像那个上帝，总是在别处忙活，也不管我。但他是谁带呢？他的保姆，他一直跟他那个保姆的关系就特别的稳定。然后呢，他一直到他做首相，他的办公室都挂着他保姆的像。对他，所以只要有一种让他觉得非常稳定的关系就挺好的。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讲，假如说你有女儿要找对象，或者是说你的儿子要找对象，一般的说法找 happy family， 就是找一个普通的幸福的家庭，这样的小孩呢，一般来说他们认为心理比较健康啊，善良，好相处。但是如果你是公司的 CEO， 你是 interview， 你要找一个人才，那可能正好相反。你这个家庭的坎坷的经历有些不幸啊，促进人才，所以前者是那种比较安全的，是那种比较幸福的、乖乖的；后者是因为很简单嘛，你如果一有父母离异啊，或者家里的人老不在啊，要自强嘛，你会受人欺负，你就会要自己要奋斗嘛，对不对？你韩庚的父亲是个军人。对，我爸爸是个军人。哎，你觉得你身上受爸爸影响大还是受妈妈影响大？都会有，因为我妈妈和我爸爸给我的东西不一样。其实我爸爸更多是3、4岁的时候的标准答案都一样。老有人问你爸爸好还是妈妈好，都好。爸爸一直都是教我说你要做人的道理，完你做事怎么去处理事情。他告诉你，小时候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是做事呢三思而后行，做所有的事情呢你不要后悔，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就是包括我去北京、去韩国，我爸爸只是说，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你来自己选择。就是你如果要是不好了，你自己来负责。这是我爸爸给我的教育。那妈妈呢？妈妈更多是很多的是给我一些关心啊，健康上的或者等等。有时候跟我妈妈聊的比较多，就一些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心里怎么想的，跟我妈妈这样的沟通比较多。你现在这个他比我强多了。就是我现在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女儿往往是感情的。女儿是回家要看爸爸妈妈，真的是跟爸爸妈妈很多话讲。我发现我呢是个责任，就觉得哎呀，我要多回去看。但是呢，真的在一起，实际上啊，
也是一起看电视，一起看电视。对，不是他们看的那个电视，我都能给看吐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看的那个跟咱看的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觉得，所以我就看他，我说你能跟你妈妈就等于跟姐妹，不是姐妹了，跟姐弟似的，到处去玩啊，共处那么长时间，你觉得是需要耐性的，还是你真享受呢？我是挺享受的。对，有时候我跟我妈妈出去，她就这样搀着我，或者搀着她，就这样的带她出去玩啊。因为她能跟我玩一起。那你一交女朋友，你妈妈是啥反应？我妈妈她说你要挑一个好的。就像妈妈一样，他这么依赖母亲啊，这么有点恋母的这个小靓仔啊，找女朋友将来你这个会有潜在的矛盾。这个但还好我没有那么恋母。对，您刚才说这个恋母嘛，您刚才说起来，我就想到，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女孩子也有一样的，有一个阶段啊，你会特别不想变成你妈妈，就说你会觉得说我人生最不想变成的就是我妈，因为比如说，因为妈妈在你生活当中，她所有的优缺点你都会看得到，对吧？你就想我以前可别像她那样，以后，但有一天你会发现，怎么好像其实你身上一定会有很多她的轨迹在那里，是吧？你说话的声音可能说的太对了，男生是对爸爸，我就是对我父亲，我在我的成长道路上好多次在想，我绝对不能像他这样。到了若干年以后发现。身上还是有，是的，是的。你举个例子，你这么说太抽象。你什么学了你爸？我父亲做到上海的医师工会的秘书长。他的一个同学呢，就是邝安坤，就是他的原来是广思医院的院长，儿子还做美国参议员。他整个内科学的这么大的一个书啊，是他写的。我父亲就老跟我说，他说这是我大学的同学，我就批评我父亲了，为什么你的同学写出了内科学这么厚的这个学术著作，而你去做什么医师工会的秘书长？医师工会的秘书长做很多社会工作，对，写的文章都是公共教育的问题。对，我问你为什么会没有选择去一个大的医院，一辈子写一本书？可是你看我现在。我不常在3人行吗？你不也写书吗？我当然还写书，但是这个王德辉、陈文元他们就说薛东，你要是把全部的精力拿来写书的话，你看，时代变了，时代变了。所以说明，所以我发现我不是走着我爸爸的路吗？当然我还有我的理由，你写书也是为了天下，他说他做这个事情也是为了民众啊，等等讲了很多话，但是怎么莫名其妙我？说明你跟你父亲都有这个投身公益的这个基因，在我们这儿也拿不着什么钱。还有我告诉你，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在走回你父亲的这个。不过这你们说的这个啊，实际是挺深的。你就比如说这个母亲和这个孩子啊，这个历史上后来有些人说，当然呢，咱也不懂什么孔子孟子，就听老师讲，挺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孟子是几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们就是讲，就说文坛上有这种孤儿寡母的这种现象。有一次我等一下给你补充例子。对，我有一次听那个金星整天给人当大婶儿，对吧？他就说，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啊，越是这个孤儿寡母啊，这个母亲呢，她会超严厉，就非常严厉的对待这个孩子。后来他们就讲，孔孟之道，孔子和孟子，这老师们讲啊，你仔细看味道不太一样。孔子啊是温和的，是甚至是幽默的，但是你看孟子一说就是啊，这个鱼跟熊掌不得兼得，怎么着呢？舍生而取义，就为了义你去死。就是其实孟子啊，就是表现出在这种道德上，他更加的这种极端呢。后来他们又向下说到一个什么呢？著名的清官叫海瑞。就说海瑞受他妈妈的这个影响之大，就他也是孤儿寡母，然后他妈妈从小啊，海瑞从小就跟小老头似的，就他一开玩笑，一跟孩子们开玩笑，他妈妈马上就训斥他，就教训他，所以海瑞从小就是这样，长大了就是一个你看清官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就清到一个什么程度，就人们觉得已经不近人情了。海瑞，我八卦他一下。他这仨老婆2个妾，第一个老婆生了俩孩子，就是因为跟他妈不喜欢，
休妻赶出家门，第二个老婆也是这样，休妻赶出家门。就他孝第一，他孝，然后呢，还有一个第三个老婆呢，就是很神秘，就是暴死，这个死因不明，就在他们家就死了。然后呢，就是他到30、40岁，你说他有妻有妾，他跟他母亲还睡在一个屋，到30、40岁还跟他母亲睡一屋。那安迪沃霍也是一直跟他妈住在一起。美国一个艺术家安迪沃霍，你就觉得这个就是他们讲啊，就有些时候是不是因为啊，就说这个寡母啊，他会把他所有的生活的这种不满也好，或者说期待也好，就是特别强烈的要寄托在孩子身上，甚至有的时候是不是发泄在孩子身上？基本上中国现代文学就是这样造成的。什么中国现代？为什么讲？鲁迅大家知道，他的父亲是他10来岁的时候，他不是买药嘛去世嘛。约达夫啊、茅盾、胡适、科莫若。几乎大部分的作家都面临这么个情况，就是他们的父亲老舍是最小2岁，他们的父亲在他的青少年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谁是他们的启蒙老师呢？就是母亲。你去北京的鲁博看一下，那个鲁迅的那个房子啊，到现在还保留着。他的一间房间是这里，门口一个小走廊，左边一间是他妈妈，右边一家是朱安。朱安就是跟他结了婚但一直不同房这个女的，他走出来鲁迅这里房间走出来哈，他妈妈跟他的这个朱安的房子就紧逼着他的这个房间门口，后面就是有名的我家后院2棵树，一棵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这就是鲁迅博物馆，你们现在去看。所以你讲的这个母亲对他的这个精神的，你说动力也好，你说压力也好，同时并存。另外我倒是反而看到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个是妈妈对孩子会很严厉，在这样的情况，像那个奥巴马的妈妈也是嘛，像我们早上4点钟起来叫他就开始要学英语，因为他们那时候住印尼嘛，他要承担父亲的责任。但另外一方面，我是看到那个孩子在这种状况下，那个孩子的表现欲、希望出人头地的欲望也特别强，是为什么呢？他希望那个，比如说他从没见过的爸爸，有时候是因为离异什么，能够为他骄傲。我看到过蛮多这种例子的，他们都会做得非常好，希望有一天能被看到，他也是应该被宠爱的。还有呢，他要替他母亲争光。好，这韩少心理分析，你觉得你这一路这个艰苦啊，一路这个打拼，你的内心动机是为母亲争光，还是说让爸爸骄傲？其实我一直是这样的，因为家里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我还是希望说，我去在韩国坚持这么多年，我还是希望说要自己能变强，因为我家里很多人的需要我去照顾，所以家里的压力和父母的压力是自然而然的会在我的身上，所以我那时候我在想，我说必须要出来，我必须要强才可以，所以说我在出道以后我很开心。出道之后，我起码我有一些经济的一些收入，我从经济上慢慢去改变家里人，所以就对我的父母啊，对其他爷爷奶奶呀，或者是叔叔啊和姑姑啊，包括我舅舅舅妈呀，还有我弟弟，所以很多都是我来去管。所以你别看这小帅哥，这家伙这一家里的大哥呀，这是啊。但是你比如说，你记得小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这个父母亲啊，他们对你是肯定的多。你像咱们也知道，过去东北有些那个父母亲，那就是永远的这个骂孩子啊，或者说没出息。你像你的妈妈，她小时候是老是夸你、鼓励你，打我，我爸我妈在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经常打我，有不对的话就打我，不对就打我，就是家教很严。就你这还真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吗？就包括吃饭的时候，不准先动筷，你就得等大人来了之后，长辈先动筷，你才能动筷，就是很多的一些规矩，就是这样。但是他经常肯定你嘛，比如夸你，哎，太棒了，羹宝啊，你这做的太好了。小时候很少。你觉得这个会对你长大之后的这个自我认知有影响吗？有可能，因为很多的孩子还是期待父母的一种肯定，尤其不管你做的好与不好，你希望有一些肯定。但那时候小时候那真的是太小了，那对我的一些没有什么太大印象，因为我12岁我就出来，我就去北京去学习，更多的是老师对你的肯定。但父母呢，很多只是说，我看到我妈妈去我的毕业汇报，我是02年的毕业嘛，
他去我毕业汇报，在台下，我在台上去演出跳舞，我隐约看到我妈妈流眼泪。哎呦，流眼泪之后下来就说：“哎呀，太棒了，儿子太棒了。”对。